大家周末好。那么这个周末呢，我跟大家一起要分享一些非常有趣的发现和数据。在多个地方或多个数据源，我看到了有不同维度的信息指向3月以后，美股可能会面对一个类似于崩盘级别的这么大的一个卖压。我们知道，当下市场对于看空的逻辑是非常清晰的，指数和美股市场对于市场的吸引力相对于债市和现金是非常弱的，但似乎有一种神秘的买家在这里面苦苦支撑住这个大盘。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当下的市场？这个神秘买家或者这些神秘买家是什么样的资金？他们还能继续维持多久？不管怎么分析，我们最终要落实在交易上。那么在这段时间，2月份我是如何进行一个交易，和3月份开始我们是如何计划进行这个交易的。那么如果您今天对我们这些话题有兴趣，请您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我们依照惯例跟大家分享市场多空牛熊的一些观点。那么美银的这个策略分析师，这叫 Michael Harnett， 他对市场的分析跟这个摩根斯坦利的分析是什么逻辑呢？通胀的逻辑是一个购买美元，然后呢大宗商品，然后呢空美债美股的这么一个，或者说空成长股的逻辑。而这种衰退的逻辑的话，我们知道是一个多美债空美元空美股，或者说美股内部成长股比价值股要强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这个逻辑之间本身在整个的去年的下半年到现在都是一个混乱的乱战。那么现在的话，逐渐他们应该有没有变得逐渐的清晰。好，那么今天宏观和基本面分析到这些我们进入具体的技术面交易的操作和整个的交易计划的分享。那么如果大家觉得我们整个这个分析过程和这个信息的分享对您有点帮助的话，别忘了给我们点个小指头，然后打开小铃铛。好，谢谢啊。好，那么呢，我们在进入我们具体的分析之前呢，我们看一下就是前2天我刚写的这个那么就是关于整个市场上的这么一个多空的一个思路。那么这个多空思路呢，它就是一个看空做多的思路，它容易精分。对于是市场中，你比如说很多初学者来说，特别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就只能看多或只能看空，或者是不是多就是空的二极管思维。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不同周期上你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当下市场上长周期或者说中长周期一定是个空头的，这是美股的一个名牌了这是名牌。所以你在这个地方下的空头一定是一个长期的，那么至少这3到4个月以上。那我在这里面呢，一会儿给大家从 case study 上再分享我具体操作，我们做 put 的仓位我们之前一路跟下来这个仓位具体的这个操作。那么后面的话讲就是30分钟上作为一个几天，比如说5到7天的一个交易周期，那它是向上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机会，我们看到了明确的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机会以后，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这样，我在这里称之为什么？称之为3公阵，就是我写出来之后，这4大指数分别是标准普尔、纳斯达克、道琼和小盘。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的话，那么这是一个标准的背离的一个底部结构。那么这里出现的是这个信号跟它技术分析没关，所以就出现了这个一个共振。然后底下的话我们看到道琼也是，然后纳斯达克先出的一个买点，这里也是。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4个指数都有底部的一个结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在中长期或短期内就可以在这儿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什么？就是这样的一个交易。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是昨天的话早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发现，做一个交情。但是我不认为这是我不做一个任何的喊单给你具体的是指导，而是分享平常我的一个观察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的 Discord 是一个付费的 Discord 我们的这些包括我们的交易系统课程都是一个商业模式，都是付费的，不是免费的那么但是呢，给大家提供了所有包括课程，有将近30%到40%的课程是公开。那么交易系统大家可以全部都可以试用。那么这个 Discord 也是付费的，但是呢我们的收费呢是23块钱1个月，而且呢全部是机器人交易，就是你可以随时进出，
随时就意味着你比如你定1个月，然后你下个月不想来了，你就直接退订，就不会有任何的收费，你就提前退订就是了，就是按月收。如果你非要私信我问多少钱乱七八糟这些信息，我和管理员一概都不回，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时间去回答这些。好的，那么这就是我对于整个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就有2个周期2个周期上那就是关于什么呢？就是一个看空和看空的做法，还有做多和做多的操作。好，那我们回到技术分析上，那落实在具体的一个交易计划上。好，那么落实在具体交易计划上，我们说市场上我们说看空看空这个地方，我们不是说今天才看空，我们这连续的这3周都是属于一个偏空头的一个看法。那么整个市场偏空头看法大约是在4100多点，就是在看空。那么看空我们的操作是什么？我们操作是用 5% 的仓位下6月的什么呢？300的6月的400的 put， 对吧？6月400的 put。后来进线了以后，对这一跌进线了以后，我对它进行了一个调整。那么这个调整是什么调整呢？那这个调整就是调整到了一个380到345的一个垂直看跌的期权，同时变成了7月份的380、345的 put spread。那么380的价格大约12块多，然后345的价格大约是多少钱？就是7、8块。那么然后呢，它向下跌的时候来到了这条紫色带和我们整个趋势线的一个什么呢？一个支撑的话呢，就把345的进行一个收回去。345的收回去以后变成380的 put 之后涨起来之后再下跌，我们昨天又把345的这个 put 加了上去。那么首先我们说这上面的是一个 5% 的仓位，那么到400的进线以后，我们下肉的时候呢就变成了 3% 的仓位，因为它的盈利是 60% 多，那差不多这 3% 就变成了什么呢？就让它变成了一个利润型的。那利润型的话，我们仍然把它认真的去操作。380到345，那么345的话，这2波操作下来之后，大约是每个期权大约是5到6块或6到7块的这么一个操作。我给大家在这个纸面上刚才分享了，我再给大家重复一下我的这个讲解。好，那么这个东西就是说大约5到7块的这么一个操作。那么这个5到7块的一个这个操作呢，就是这儿，就是我2月初做的600，然后呢变成 60% 收益之后变成7月的380、345，然后摘了345以后，然后昨天呢就再次买回345，那么今天呢又摘345，那差不多就是380的成本差不多就变成了6到7块就差不多6到7块。那么我想跟大家说，如果我今天是流量为王嘛，那我肯定是预测神准，每笔交易完美无瑕然后呢每一个点高抛低吸是吧，都是这屁话，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为什么？因为什么可以在这儿做一个所谓的高抛低吸？大家注意，高抛低吸是伪命题，它的前提是一定是弱盘整，都不是大波动，是收敛的这个过程中才能高抛低吸。整个这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日线级别的，其实你可以把它拆成一个我们拆成4小时级别的，4小时级别看起来更清晰了。这里做了一个 ABC 的，这是1、2、3、4、5，或者说我们正在再变成30分钟级别，大家看得更加清晰了。大家看这里面有3个不同级别的，当然上面的话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拆解。那么这是一个第一个形成的震荡的一个中枢，那么这里可以说这个扩展，你也可以这么画。那么下面的话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对吧？这里又形成新的，那么整个这一段走势下来了之后那么这一段就完成了它的一个走势，这就完成了一个它的。那么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它是形成了我们可以看到 1、2、3、4、5的这么一个弱势的这么一个挤压模型。那么这个弱势的挤压模型，我们再来看，它在这里形成了向下，这里又跌不下去了。那么这是一个5分钟级别和一个30分钟级别共振的这么一个挤压这个共振在这里挤压的话，那我们自然可以在这个 put 上进行一个什么呢？进行一个操作那么我们再看QQ 也是这样的，就是这个黄线的趋势线和上面的这个趋势线，它是之前已经画好了。那么我们回到这个4小时上来看，那么你回到
我们先从日线上来看，日线上我们说了仍然是下跌的区间没跑，但是呢这是日线没跑，来到了这个支撑之后来到这个支撑之后，我们该如何去做？那我们再回顾一下我在3月1号给大家分享的这个，我们仍然是非常非常适用大家注意，仍然是非常非常适用的。是什么意思呢？我再给大家在这里面呢再多说几句。就是说当下我们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走势，是我们在2月份的时候一直做什么呢？做一个闲者模式，就是尽量以观察不动为主。但是到了3月之后，我们仍然可以在大趋势宏观大趋势上一定看空的情况下，我们这里在技术层面和微观层面上3月1号的复盘，这里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节点。为什么？因为这里你不管是做多还是做空，大家知道2月休息1个月，这个时候不管做多和做空，它的空间的损益比都是非常的高，那么你在这里日线之后，我们用4小时来看大家知道这画出来之后，你非常明确的可以看到这个地方的损益比，你做多可以，它的止损非常小，你做空没问题，因为这个地方一旦做空可以走加速，我们仍然也是在这条线做一个止损，它的止损也非常的小也非常小，所以你不管怎么画，这里都跟我们2月份不一样，因为它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也是一个非常高损益比的这么一个机会这就是我们平时交易的话所需要的一个心理状态和我们一个实力。就是我多说一句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开的一个训练营，其实也是帮助大家构建这种交易模型。不是说我去看空我就要是看空，你很多朋友最大的困难是你连具体的买卖点都抓不到，你怎么去买，哪儿买止损在哪儿都没有你至少要有一个构成一个交易体系，而这个交易体系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没有这么牛，发明不了，而是集合我们所有市场上的大师，不管是 Alex Elder， 不管是 Mark不管是我们说之前的技术分析这些大牛，甚至于看盘的利弗摩尔，他们把这些市场上这些先贤，把他们的这些交易的经验方法其实都已经总结给大家了我们这里的比如说你的课程其实就是什么，叫一个花钱买罪受的一个过程，就是你不仅要花了钱，每天还要被我训斥也好，或者是说也好，肯定不会留面子，那么你还要花大量时间做作业，你还要是什么，花时间去学习和画图去做计划，那么这就是一个反人性中的反人性那么这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自己学习的话，也一定要实现这样，就是我们不是去各个社交媒体去找焦虑，而是真正意义上的去在市场中这个书单拿这个书单这些大师他们的这些先贤给我们的这些指导，那么这些书单呢，就是说大家可以到我们 Discord 找我们的管理员索要就是按照这个书单和我们今年的学生手册，您看了之后完全可以自学，如果不愿意的话，或者非有人监督或有人指导你，那么也可以加入训练营，今年1年的差不多就这一次。好，那么继续说，那么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大家看到损益比会非常高，找高损益比是我们交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跌破就止损，如果涨就上去，那么现在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基本上就确认了一个技术上的一个买点那么我们有空仓在手，空仓还是我们之前的一部分利润，那么这个时候又可以在这里做多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就是你要在不同的时间周期上可能也要有不同的交易的模型和方法。那比如说呢，我看这里的话，我其实我的这个30分钟的买点也不是买的最低那么在这个大概的话，我是知道它的胜率有多少呢？这个胜率有58点多，那么有这样的一个胜率对我来说是非常高的，那么损益比也合理，那我在这里反正就是进去做多30分钟进去做多我们说这个我们说顶部结构及底部结构做多，还有呢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些其他的一些这个就是任何有这种机械性飞跃，这个地方也是进去30分钟做多。那么做多到什么程度做多到什么程度，我们有2种方式来做卖出，那我们下面跟大家讲一下卖出的一个条件。
卖出的条件分为2种，那么一个卖出就是我们的主动卖出，比如说呢，现在这个位置上，对吧？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上，那你可以看到啊，那么这里我们是做的这个，如果你做道琼的话，那么这里明显走到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超买啊，已经严重超买的话，那它在这里要不然震荡，要不然的话就是回调，那么你就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叫主动卖出。那么另外一个呢，我就称为这个被动卖出，就是被动卖出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比如说走，这是一个买点，对吧？那么4小时这是一个买点，或者说我们日线上这是一个买点出来了以后，你这里买点先变色买一层，然后呢，这个均线上差买一层，那么这个地方遇到了一个阻力，这是个主动卖出。那么下面的话，这一跌破是被动卖出。那么上面再上来的话，我们称为主动买回。那继续向上的话，一定还有仓位，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的颜色还是没有变色。那么再往上走的话，你又发现这里是形成了一个什么呢？形成了一个假的突破和顶部的这样顶部结构啊，这里一个小的顶部的这么一个假突破出来了以后，你可以选择再次的减仓卖出。那这个跌破均线，两个均线一下差，那么这个趋势就是完全向下了，那么你就是选择全部卖出啊。那么这里面又上差了以后，大家注意回调就可以买入做多。那么这里又是一个什么做多的这么一个机会，那么这就是我们在操作过程中，比如说4小时级别，那这光是做多，那么你可以等它一个变色，或者说等它一个均线上的一个死叉可以做空，或者是做卖出。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呢？比如30分钟也是，你可以完全利用这个不同的一个交易机制你可以是比如说主动卖多，还有就是它比如说下插了一个什么其他的系统，你用建造一个属于你的就可以了。那么你在这个位置上跟着它走就可以了，不用去特别着急的去思考说我该怎么做，就是跟着市场这涨就做，跌就再说。所以这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说的有点啰嗦这就是整个的一个看多和看空做多的这么一个思路，就是在不同时间周期上，我们可能出现一些人格分裂的一个过程，而是左右互搏的那种状态。所以就是这样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么下面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于个股的一个分析。好，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债美债的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非常强的一个什么呢？来，我们先看日线上。那么日线上这里非常强的一个破线翻这是一个破线翻上来了。翻上来之后那比如很多朋友都是做这个 TLT， 那 TLT 你这地方一个翻上来了以后，对吧？大家看翻上来了以后，你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破线翻，那你在这个位置上止损点出来了止损点出来了，那么在这儿就是干就完了，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跟大家讨论是要等它一个2次回拉，这是等了1-2个月呀，从1月就开始等一直不回来，那么现在终于回来了，已经3月了，等2月，那么终于美债的机会来了。那么我之前分享的就是这个美元美元的这个位置上，我认为说这里阻力了，那我在这个地方从这儿拉起来直接出。那美元这一段可能就吃了1%点多，它得上特别大的仓位，它波动非常小那要上非常大的一个仓位。那么这个地方呢也是不错的一个收益，但是我想跟大家说，那很多朋友都看不上，那么美债这个波动就稍微大点，这个美债是长期债，这里一下买点出来了以后，你持有就好了。再加上我们说市场上对长期债的一个预期是一个上封顶了，是什么？因为很多经济数据，再加上我们整个看到了欧洲比如说经济数据比较强，那么可以看到就是美元如果一旦偏弱的话，跟我刚才给大家分享的这个还有这个统计，我们说美债非常容易做在这儿。那么这是美债。那么第二点的话，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特斯拉这个地方很强，就是我们投资者日怎么说呢？就是投资者日那一天呢，有时候一声叹息，我是全程跟下来了，非常的长的时间，而且我认为投资者日，我再重复一遍，我认为它的整个的这个基本面是非常不错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都说这叫日投资者，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幽默虽然我个人也挺喜欢开玩笑的。你如果是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如果是每天总琢磨着是谁日谁，你又被日，或者说你就是特斯拉又把你给日了，这是什么日投资者什么的，你怎么可能做到投资呢？我觉得他说到的第二代，我们说第二代平台，原来以为是第二代平台的汽车，结果人家是第二代人的平台，包括就是说整个市场上的
对于未来的一个架构，而且你看到了特斯拉超强的护城河。什么意思？就是它的节约成本，它的大部分组件都自己做，那到最后又能做电池，甚至连炼锂矿，叫做垂直整合，从上游、中游、下游整车，它不是一个公司，比如其他汽车公司一大堆零件凑在一起。那么你想一想，对于特斯拉来说，这样的公司，这样的护城河，未来不是巨无霸谁是？所以说是长期投资者来说，你就应该看到它的风险和它的价值，然后你再做一个判断，不是什么一天跌了就来一个这就跟着喊。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我们投资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是非常浮躁的。所以我认为从技术上我们也可以看到，特斯拉这个位置上进行了个强势的横盘，我还期待它能在这个紫色带上形成一个强势的横盘，这个时间越长，它能化解到最多的下降的危机。你可以看到它在下降的过程中，如果能再继续来个 MACD 回零轴，或者说我们在这时间够长的话，你向下的这个动能就全部被时间化解了。这不是弱，这是非常强啊！所以说这还是我们一直观察的。如果这里弱是跌破了，那马上上面都成套路盘，这里讲过好几次。但是没有跌破的话，我们就耐心观察。你真正操作的时候，我们真正想交易的时候，要不然的话就是跌下来就卖 put， 或者说做，或者说我们就耐心等它这个突破的那一次做这个突破，也完全没有问题。所以特斯拉整体上是非常好的。然后特斯拉投资者这我有一点也提到了，就是关于市场上芯片的需求在增加，看来是有跟我相同想法的人不少。今天博通的注意博通 AVGO 它的一个财报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他们直接确立了，就是关于 AI 对于芯片的需求在增加，所以他们的这个芯片增加。那我们看到 AMD 的这个走势，我们分析了这个地方大家看交易上，那这里黄色线作为一个止损，你就算这里现在日线上确认向上，你的止损放在大约78或77附近，你现在这里是一个只有什么3-4块钱的一个止损。那向上的话到90，如果再往上，如果能碰到110、100，那这就一个1:10甚至于1:5以上，那么一个高损一笔的机会。那么这就是我对它的一个分析。好的，那么今天的周末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然后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请给我们点个赞。好，拜拜。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的视频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那么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呢，请给我们点赞、转发、分享，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我们的 Discord 的链接也在下面，大家可以加入。还有就是如果想对我们的课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看下面的 Teachable 的链接。那么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